人格喜欢被认同，不喜欢被批评。事实上，对人格来说，爱就是被认同。所谓的爱情，就是两人互相认同对方的故事。如果我认同你，你就会爱我。一旦我不认同你或质疑你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时，我便成为你的敌人，你在心理上就跟我离婚了。然后你会开始寻找各种理由来证明你是对的。你注意力的焦点始终都放在外面。当你的焦点只放在外面，并相信你的问题都是别人引起的，而不是因为你执着于自己当下所相信的故事时，你便成为自己的受害者，局面也会显得很无助。防卫是战争的第一个表现。以前只要有人说某某人，你都没在听我说话，我会立刻火冒三丈地反驳说，我当然有在听，你竟敢说这种话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有在听。当时我并不知道，我就是那个防卫自己来制造战争的人，而我也是那个可以结束战争的人。结束战争并不需要两个人，一个就够了。事实上，你的伴侣是你的一面镜子，除了你对他的看法外，他甚至根本就不存在。他是你所认为的他，说到底，那也只是你认为的而已。他就是你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你就这样一直看不见自己，总认为自己理直气壮，但却又会感到失落。把你的伴侣当成是镜子之外的东西是令人痛苦的。因此，如果你在他身上看到任何缺点，你可以确定那就是你自己的缺点，而这个缺点一定在你自己的思想里，因为是你在投射它。毫无疑问，你永远就是此刻你对他的批判。换句话说，你就是你自己的痛苦，当然，你也可以是你自己的快乐。除非你不再相信你需要从伴侣身上得到他没给你的东西，否则你们无法真正的结合。没有什么东西会使你失去你所爱的人。你的丈夫不论做什么也无法阻止你爱他。你会失去他的唯一原因，就是你相信了自己的想法。你与丈夫原本是一体的，直到你认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他应该给你什么，他应该跟现在有所不同。你就是这样跟他离婚的，你就是这样失去你的婚姻。当然，有时候彼此分开才是最好的。如果丈夫虐待你，你就要质疑为什么要留在他身边。当你看清真相，也许会明白唯有离开他才是清醒的选择。你可以全心爱他，只是你知道不适合跟他生活在一起。我们不必再以恐惧、痛苦或愤怒来结束一段婚姻，或者如果你还没准备好要离开他，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段婚姻里，但你会更清楚地觉察到你是如何借由允许他虐待你来自我虐待。这就像是挂有内有恶犬告示牌的院子一样，当你第一次进去被咬，那是狗咬了你，但如果你第二次进去还被咬，那就是你咬了你自己。光是明白这一点，便可以改变一切。透过质疑你自己的想法，你会开始明白，除了你自己外，根本没有人可以伤害你。你的快乐与否100%是你自己的责任，这真是非常好的消息。倘若你的丈夫外遇而你不能接受的话，你可以告诉他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有外遇，我发现你做这件事时，我内心有某种东西想要离开你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只知道它给我这种感觉，它反映出你在疏远我，我想要你明白这一点。如果他继续外遇，更喜欢跟别的女人待在一起，那么我便会离开他，但我不必在愤怒中离去。要跟他在一起还是离婚，这都不是我能掌控的，主导权并不在我这。我可能留下来，也可能是处在全然的爱意中跟他离婚。心想真有趣，我们曾经海誓山盟，但现在我要跟他离婚了。我可能会笑出来，并且很开心他得到他想要的，
我也会继续自己的人生，因为我内心没有任何冲突。但另一个跟丈夫离婚的人可能会想，他不应该外遇，他伤害了我，他不配跟我在一起，他违背诺言，他太绝情了。同样都是离婚，差别只在于故事不同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离婚。问题是，你是要又哭又闹的离开，还是带着尊严和气度平静离去？你无法强迫，你无法假装，你无法使自己变得有灵性或充满爱。诚实的质疑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当人们说离婚真是不幸啊，你可能会回答说，我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想，但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在婚姻中，结束战争并不需要2个人，一个就够了。如果2个人都能结束战争，那生活会更加美好。忙完工作回到家，我打开冰箱，我最喜欢的点心在等着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它是放在最上面一层的右边。咦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被它吃掉了。我内心痴痴发笑，没有任何焦虑的想法。例如，他都不替别人着想，明明知道那是我要吃的，这下子害我没得吃了。点心不会攻击人，会攻击人的是想法。如果我有这些想法，并且相信了他们，可能会开始觉得老公很讨厌，甚至会火冒三丈或心怀怨恨。但其实我当下就明白，老公吃掉我的点心对我而言更好。我很高兴他吃了点心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原来这个点心是为他买的，只是当初买的时候我不知道。发现我对他这么贴心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这样看待事物，我也觉得我对自己很贴心。老公回来时，我告诉他这件事，我们俩都笑了。他说他不晓得那点心是我买给我自己的。我告诉他我很开心他把它吃掉了，也请他下次要吃的时候先问我一声，看看那东西是不是买给他的。他同意了。我知道他可能会记得，也可能会忘记。看见现实没有符合我原本的期待，我感到很兴奋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吃到点心，但却发生了。更美好的是，